我一直觉得黑神话中不同的变身技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啊，除了各具特色的造型以外，不同的玩法和机制也是为这个游戏增添了很多乐趣。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啊，像是攻守兼备的这个银虎，爆发力超高的小青龙，另外还有那个对战二郎神时有奇效的石头人。当然，无论最终你操作最习惯的通关时使用的是哪一种变身，相信在游戏初期陪你度过难关的一定是广志。乐子是小青儿大，各位老铁们大家好，今天是继续分享黑猴新品的摩尔牌围棋啊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由 InArt Action 出品的广志。盒子的话，正前方依旧是和这个广志的形象做成了一个结合，黑白相间，形式上就不多说了，蛮细致，还是很直观的一个设计啊，和以往的这个系列产品都没有什么太大不同。拿出这个广志的主体啊，说实话，虽然在游戏中是大量使用这个变身的技能，但是似乎是我第一次能长时间的去观察它的外貌特征啊。体积部分，全高大概的话是16厘米多一点，这个大小上没有很夸张，比较和谐。形体上也会自然呈现这种有点佝偻的半腰的这样一个形象，尤其明显就是腿部啊，犬类那种反曲的造型。外表服装的话也是布艺和胶件相结合，这一点和之前那个青铜套也是相似的。材质上这次是更加轻盈一些，这里的话也是和原本的设定一样，做了一个大块的拼接，一半呢是灰色这种粗布麻衣，另一半呢是彩色，有点类似于袈裟的造型啊。华丽一点的这半边呢，材质上类似一个轻纱，很轻薄，很通透，对着光线去看能呈现一个透明的状态。像衣襟还有袖口部分也具备铁丝的结构。腰封部分像这个绳结呀、铠甲呀、玉佩呀，还有裤子的部分呢，都是采用了更加稳定一些的胶件。总体而言，这个色调还不错，就没有因为它材质不同就有太大的一个分别。头部的话，这些毛发的处理呢，和夜叉王一样啊，也是大面积使用这种胶件。眼球虽然小，但是精度还是 OK 的。嘴巴这里可以自由张开，舌头还有犬齿的刻画，我觉得也都 OK。当然，也因为它这种妖化的或者说非人的一种形象形态吧，在这个关节还有可动上是有一些单独的设计。头部的话，后方这个长发是有单独的一个关节，上下进行移动，提供一定的避让。肩膀部分这个衣袖虽然说都是真正的布料啊，但是内部空间预留的还是比较多，像是抬臂呀、移动、转动都有预留了空间。腰腹部的话，向后空间不算大啊，但是向前倾的这个空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腿部的话，前踢、屈膝。小腿处反曲这里有单独调整空间，这脚的部分可动还是 OK 的啊，上下的幅度比较大，左右也有很大的一个空间。但是因为它这种反曲的造型下，本身接地的面积不算大，实际它就相当于用一个前脚掌接地，后方这里呢是一个悬空的状态，这个要自己去注意调整它的重心。然后其他配件的话，首先看手型部分啊，额外搭配了6对，这个给的还是比较丰富的啊，和主体躯干保持了一样的肤色啊，指甲尖尖也有不错的锐度表现。然后是这个武器赤潮，分为3段啊，自己需要进行一个组合，拼接处是用了金属的结构，强度上可以，而且具备一定的这个限位啊，不要暴力的去硬插这个位置。除了这个常规的造型以外，我觉得这次最有趣的一个配件就是这个大块的火焰特效。相比而言的话，正常状态下我觉得这个略逊色一些啊，因为这个火焰通透的程度很好，尤其是在强光下会有一定的这种流动的感觉。当然呢，这个如果你去对比的话，可以发现它是一样的一个造型啊，我觉得做出一些细微的差距会更加动感。搭配好之后的话，这个赤潮就会变得很沉重，单手握持的话会有一定的难度。
但是你调整好位置的情况下，边缘处的特效键可以提供一定的支撑，这个和主体搭配起来是很加分的啊。当然这次也和以往一样，有一个这个透明的地台和支架，可以辅助站立。如果你要摆出一些腾空造型的话，还是需要把这个螺丝拧紧一些，因为这个特效键比较重。在游戏中，广志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其实就是这个赤潮这一套连招啊，挥舞起来这个火焰的效果比较带劲的。也因为它这个外观服饰上用了一些真实的布料，结合铁丝，你可以根据挥舞的这个造型，再去营造一些随风飘荡的这个衣襟的感觉。下点功夫去调整的话，还是可以凹出一定有趣的造型。提个小建议，就是如果未来再出类似这种接地面积比较小的形象啊，可以借助一些脚底磁吸还有地台这种搭配啊，提供一个更稳定的站立性。当然，就像我之前说的啊，这个特效键本身体积比较大，调整好位置，做一些挥砍动作，同时它也可以为主体提供一定的支撑性。总体而言的话，广志对于黑猴全系列的这个角色，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形象。虽说原本是很前期的一个 BOSS， 但是因为变身技能的这样一个因素啊，也让它的存在感是大大提升的。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是一直打到通关都只用这个广志的变身啊。我个人的话，就是在前期开荒的时候，广志提供了很强的安全感，相比于其他的 BOSS 形象，可能会更多一些情怀的出现。当然，黑神话中的有趣的 BOSS 还有很多啊，未来的话不知道还有哪些会被做成实体的玩具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